命运数一的人的劣势：自大。命运数一的人常常下意识地以为以我为中心，虽然是会使他们追求与众不同创新，但是也会目中无人，觉得自己无所不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飘飘哥。上一集咱们讲了歌式玄学、占数学，今天我们接着来聊如何走你的命运数。所有的资料都来源于网络，意在探讨杜绝迷信，不盲目相信，不否认未知。就像最接近神的男人特斯拉一样，一生当中只住和369的数字有意义的房间，而且行事必然遵从369法则。关于369法则，将来我们单开一局。对于每一个人而言，都有自己的命运数，同时连通着你的小宇宙，也连通着你的使命。命运数代表着生命的意义，由1到9组成。另外11、22、33是属于叫卓越数，我们会单独讲。每一个数字都有自己的底层到高层的能量的优势劣势，代表着一个完善自我的途径。将自己的出生年月日依次相加，到最后一位个位数就可以算出你的命运数。这是命运数的基本算法。高阶算法我们将来单开一局。首先掌握了基本算法，也就掌握了基本的方向。计算呢分为3种情况。第一种，比如说是1998年5月8日出生的，那么计算方法就是1加9加8加5加8等于40，那么4加0就是4，那么你的幸运数就是4。第二种，比如是2010年2月18日，那么计算方法就是2加0加1加0加2加1加8等于是14，那么是双数，需要再加一次，就是1加4等于5，命运数就是5。第三种就是，比如说你是1982年4月5日出生，那么就是1加9加8加2加4加5等于是29，2加9等于11，那么这个命运数就是卓越数11。而11呢，属于是特殊能量数字，直接作为命运数即可。我们先分享1到9的常规命运数的含义。首先说1，拿破仑说，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。用这句话来形容命运数是1的人最合适不过了。而且拿破仑出生于1769年8月15日，加在一起呢是46，那么4加6等于10，他本人的命运数就是1。拿破仑16岁入伍参军，30岁就成为法西斯共和国的国王，在位时对法西斯的行政与法律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，还颁布了著名的拿破仑法典。后来在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的联合王国的战争当中失败，这也印证了命运数是1，创业容易，守业难。法国作家雨果评价拿破仑说，在他个人的计算当中，自己比整个的宇宙都要重要，这也是对命运数是1的人的优劣势的中肯评价。命运数是1的人的本质是什么呢？是从无到有的开创者。命运数是1的人生来就具有独立的个性，随之也会有开创的气魄，有胆识去挑战未知的一切。他们适合的位置是万众瞩目的主角。因此呢，命运数是1的能量就是万众瞩目的偶像。他们做事自信，不模棱两可，甚至还会流露出我就是标准的态度。这时自信就变成了一种咄咄逼人、自以为是的傲气，通常会引起他人的不满。因此命运数1在人际关系方面会有服从的障碍。如果想带领其他人前行，成为受人尊敬的领头羊，就必须具备卓越的行动力和优良的品质，虚怀若谷，与配角相互扶持，这才是服众的根本。命运数1的感情方面是阳性的主宰者。命运数1的人，爱情观认真朴素，原则性很强，是有担当的伴侣。
但是一属于阳性，即使是女性也是有男性的性格特质，可能是会出现角色错位的情况，而且太过于自我可能会成为感情的绊脚石。命运数一的优势，独立。命运数一的人个性要强，不愿意低头求援，因此时常会被孤立，他们不得不学会独立自主，那么反而也锤炼了克服困难的勇气。他们自信会让他们做事的时候胸有成竹，充满力量。他们负责，无论是单打独斗还是团体的领导者，他们都有一种责任心，而且一旦有说空话等不负责任的行为，他们也会陷入到一种失去信心、失去信任、失去威望的境地。正义感是他们的本能，这来自对是非善恶的辨析力与警觉。他们见不得他人无助，也敢于反抗不公平的行为。胸怀，他们有包容力，包括比自己强大的人和看不起的人，这才是真正的强者。凝聚力，他们有一种特殊的能量场，使众人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。但是如果过度的以自我为中心，不仅凝聚力会消散，而且还会陷入到孤立无援的境地。命运数一的人的劣势，自大。命运数一的人常常下意识的以为以我为中心，虽然是会使他们追求与众不同创新，但是也会目中无人，觉得自己无所不能。说教，我就是真理的强势思维使他们爱教训别人，哪怕是推心置腹的朋友，也不知不觉间当起老师。爱面子，好攀比，他们习惯了在高处俯视一切，绝对不允许别人看到自己的弱点。偏执，以自我为中心，面子，不服输，这些综合因素会使他们认定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，因此呢，即使内心在动摇，他们也会坚持死不承认。支配欲，他们习惯支配别人，即使在感情关系中，也时刻的要支配对方，一切都要自己说了算。命运数一与其他数字之间的能量之间的反应，当2的能量较大时，也就是生日中有2出现的较多，那么会出现矛盾的状态，一方面信心万丈，另一方面又缺乏信心，想独当一面又依赖别人执行，使他们的勇气与魄力大大被消减。当3的能量较大的时候，会出现不负责任的情况，冲动、孩子气、做作，但也相当的聪明。当4的能量较大的时候，可能是劳碌命，他们极其务实，忙个不停，但喜欢拒绝好的建议，与别人的沟通非常的困难。当5的能量较大的时候，为人十分有主见，也容易一意孤行，而且做事有始无终，容易不断的从头再来。当6的能量较大的时候，会受困于面子，性格保守畏缩，喜欢说教，缺乏自信。当7的能量较大的时候，智商高，但是呢也狂妄自负，与他人格格不入，在团体中容易不自在。当8的能量较大时，对成功急不可耐，魄力惊人，但事业心过重，有时恰恰因此而失败。当9的能量较大时，会成为领袖人物，但也会放大妄想力，导致于失败却不自知。下面我们来说2。刘备的人物特点与命运数和2非常接近，命运数2具有二元性，刘备的言行也带有双重特征。虽然身居主攻，但是他擅长合作，当绿叶，也善于揣摩对方的心理，注重和气，以感情投资赢得人心，得以靠着身边的能人武将成就大事，而且能屈能伸，有外交的手腕，有演戏的天赋。欣赏刘备的人认为他有德行，厌恶他的人认为他是个假君子，哭来的江山，真情假意之间让人难以琢磨。命运数2的本质是重视美感的演员，所谓的演技就是丰富的想象力与感知力。2是所有数字当中想象力最好的命运数，因此艺术行业里面的人
往往都是与2相关的命运数者。命运数2的能量以柔克刚，以静制动。命运数2是衬托鲜花的绿叶，是一种安定的力量。命运数2的人际多心的矛盾者。命运数是2的人追求和平，与人为善，那么具有刚柔并济的对立特质。命运数2的感情不平等的亲密关系，他们需要能够沟通、谈心、依靠的温暖伴侣，但可能会因为孤独而忙忙碌碌的选错了伴侣，因而多抱怨，所谓的怨妇式。那么命运数2的优势，审美力，他们有辨别美丑的天分，极其热衷美丽的事物。如果善用这种天分来发展到他的职业上和喜欢去做的事情上，会获利颇丰。感性的人率直简单不复杂，因而可爱。他们的想象力非常丰富，对影视与艺术的感受都能够调动想象力，或者是感性情绪，快乐与悲伤也是由此而生的。直觉力，他们凭借直觉就可以迅速地判断一个不甚理解的人，而且第六感也非常的敏锐，有先见之明。友善，他们非常的看重与人为善，同时也会吸引相同的人，形成良性循环。不过与人为善，这要靠善解人意的人和人格魅力，而不是锋芒毕露。协助，他们没有太大的野心，而且有出色的协助能力，因此极易获得信任。但是协助也并非易事，这需要良好的心态和素质。耐心，对他们来说，最好的际遇是主动找上门的，所以需要学会等待，以静观其变的态度迎接机会，这是他们成功的法宝。命运数2的劣势，依赖，他们独立性比较差，常常的依赖他人，这会在不知不觉中形成惰性，与人合作时也会有旁观的这种状态，这都源于他们的不自信，总想从别人那里得到依靠。优柔寡断，他们呢遇到大事时拿捏不定，拿不起放不下，反复的衡量，考虑太多，这反而带来了麻烦。讨好，他们在人际交往中扮演着和事佬的角色，为了获得人缘，会假惺惺的与人为善，也没有自己的主见，这反而让人觉得他们没有个性，也不够真实。自欺欺人，依赖别人时，他们会自认为对方非常的需要自己，因而很难平衡依赖关系，一会儿强调自己的重要性，一会儿又否定他，最终自欺欺人的认为失去自己是别人的一大损失。委曲求全，因为情绪化，他们会敏感多虑，从而压抑自己的想法，同时暗自生恨，长期积累可能会突然的爆发出来，指桑骂槐，大发雷霆。命运数2与其他数字之间的能量反应，当1的能量较大时，一心想成为主角，爱出风头，尤其是起始阶段，不平衡的心理最强烈。当3的能量较大时，自卑感更重，敏感，爱唠叨抱怨。当4的能量较大时，情绪问题会成为最大的障碍，性格压抑，不愿分享真实的想法。当5的能量较大时，脾气差，缺乏包容力，性格顽强或者叫顽固。当6的能量较大时，感情是难关，拿得起放不下，容易委屈自己。当7的能量较大时，人际成为一大问题，心思太重，分析过头，无法与人和谐的相处。当8的能量较大时，有时会溜须拍马，过于软弱的行事风格，易遭人不屑。当9的能量较大时，他人的需要过于优先，会因为太在意别人的需要而失去自我，在感情方面尤其如此。命运数3，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，他的命运数就是3。孔子品行也的确是与3吻合的，他多才多艺，知识渊博，而且好学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。同时生性正直。孔子问礼于老子时，老子指出他洞察力过深，而且讲话不留余地，容易得罪位高权重的人，引来危险。从这个角度看，
人非圣贤，孔子提出的中庸之道也是自己需要修习的功课。那么命运数是3的人需要平衡追求美好与诚实表达之间的关系。命运数3的本质，有创意的孩子。命运数3的人有一定的灵性，综合了1的创造力和2的想象力，聪明伶俐，好奇心强。命运数3的能量，爱表达的小喇叭。3有传播的意义，因此他们有较强的表达力，在写作、绘画、音乐、传媒等领域有出色的才华，表达沟通也是他们成功幸福的关键。但是如果表达不当时，对人生则有不利的一方面。命运数3的人际，声东击西的天之骄子，他们的情绪流动是跳跃式的，难以控制。郁闷时情绪会流动到敏感多虑的2上，兴致勃勃的时候情绪流动到1上，因而显得有些自以为是。命运数3的感情，无理取闹的任性小孩，他们的孩子气既可爱又可气，有时率真易相处，有时又无理取闹，而且可爱的一面往往留给了保留距离的人，而可气的一面往往留给了亲近的人。命运数3的优势，好学，他们天性聪慧，对很多的事情充满了好奇心，喜爱读书，对新生的事物，尤其是神秘学、宇宙之谜等有深深的好奇心，思维总处于最前沿的状态，纯真乐观，无论环境多么的世俗，他们总能够保持率真的本性，而且没心计，因此心态乐观，有无知者无畏的锐气，想象力丰富，别人想不到的点子，他们可能会在受到启发的状态下灵光乍现，尤其是对感兴趣的事物，总能够出来出人意料的好点子。伶牙俐齿，他们有超强的表达欲望，比起独自消化感受，他们更乐意分享出来，很难沉默。爱好艺术，命运数3有发现的美的能力，因此他们会被艺术吸引，多才多艺，这也使他们充满了灵气，有创造力，这也是他们的成功的秘诀。命运数3的人的劣势，肤浅，正因为兴趣广泛，他们对一件事情的持续力就较差，很难深入其中，容易只了解皮毛就急于分享。祸从口出，爱表达本身并没有问题，但是表达不当会造成出口伤人而不自知，只顾自己一时口快，没有顾及他人的感受。自我怀疑，人喜欢强调的往往也是他缺少的，他们的感性使自己感觉缺乏自信，但是理性又使自己觉得有所缺失，这使得他们非常的矛盾，因此常常是口是心非。任性，任性是命运数3与其他数字之间的能量反应。当1的能量较大时，需要注意过分乐观的情绪，那么避免乐极生悲。当2的能量较大时，非常的感性情绪化，缺少乐观。当4的能量较大时，爱钻牛角尖，容易悲观。当5的能量较大时，接受能力较强，好奇心重，贪玩晚熟。当6的能量较大时，古道心长，但爱八卦，批评别人，也爱用幼稚的言论去劝导别人。当7的能量较大时，灵气更足，但是会自我的怀疑，不信任自己的判断，往往过于关心事物的阴暗面。当8的能量较大时，能快速的从挫折中振作起来，但是爱用话语操纵别人，需要留意自己的投机取巧的行为。当9的能量较大时，会盲从一些新的事物，喜欢放大想象，爱逃避现实。由于时间关系，命运数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想听其他的命运数，请在留言区留言，我们有1000人留言想听的话，就开下一局。好的，今天呢就飘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请别忘了点击订阅和打开小铃铛。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孤独看飘哥。Peace out。